英国航母打击群千里迢迢来亚太搅局，现在已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。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消息，上周六上午11时57分，卫星在马六甲海峡捕获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，正向南海方向机动，已经进入南海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有美国媒体竟发文怂恿英国航母冲进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，以此来验证所谓美英关系。分析指，如果英国军舰真敢这么做，中国完全有理由对其发起军事行动。周一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其推特账号上发布了一张图片，显示一架 F-35B 舰载机停在其甲板上，远处的城市正是新加坡。而这也意味着5月底从英国本土出发以来，一路上磕磕绊绊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已经进入中国南海了。据报道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最初由2艘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、2艘护卫舰、2艘补给舰和1艘机敏级核潜艇组成。另外，这个航母打击群中还包括1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1艘荷兰护卫舰。按照英国之前的规划，这个航母打击群在亚洲范围计划沿途停靠包括阿曼、新加坡、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一些港口。不过，航母还没到亚太海域，英国人就把刷存在感的戏做足了。比如，英国国防大臣日前访问了夏威夷美军印太司令部总部以及日本。英国与日本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特意强调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在9月抵达日本后，英国将在该地区永久部署2艘军舰。由于英国在亚太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海军基地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以及之后永久部署2艘舰艇，很大可能要分散部署在驻日美军基地和军港。就是南海是有很宽阔的这种公共的航道的，就是如果你来，就是正常的穿越，关键是他跑那么大老远，他是带着议程设置，他给美国人看的，他就是来挑战你的，就是让你安全的，就是让你不舒服的，所以他这种挑衅性的、找事的，这是让中国人不舒服。他不是说我进行友好访问、进行救灾，哪怕是到其他国家进行友好访问，经过南海，这都很正常，但他不是这样的，他就是刻意为之，就是要给你看的。上周五，华盛顿观察家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。这篇文章用美英特殊关系和前首相丘吉尔的话刺激英国皇家海军，渲染称当年丘吉尔阐述的美英特殊关系是否仍然有效，就取决于英国的航母编队是否冲进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。文章称，美国特朗普政府大幅升级了美国海军在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所谓航行自由行动，拜登政府继续了这项活动，但美国的顶级盟友一直不愿意这样做。分析指，美国人的逻辑就是英国航母群必须用闯南海岛礁12海里来展示他们对美国的忠心，全然不顾让小弟当炮灰。但是以航母来论，美军其实都没有派过航母闯12海里，美军之前出动的都是驱逐舰，吃水浅、速度快、灵活性好，但每次都被解放军组织海空拦截驱离。如果英国真的派航母闯12海里，那就是上了美国的当。就是不管任何国家的军舰，你只要是就是挑战影响到我们对相关岛礁的主权的这种主权安全，比如说违反我们的国内的海洋法律制度，包括我们关于无害通过的制度等等，我们都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法律法规，参考国际上的这种标准规则进行警告驱离。那么如果你有过激的行为，我们也会采取相应的这种自卫措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出访越南期间也谈及南海问题，妄称英方反对中国南海9段线及有关岛礁的主张，支持2016年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。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此回应指，英方的表态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，违反和歪曲国际法，蓄意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，给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消极影响，是极不负责任的。中方对此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。中方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如磐石。中方也将坚定不移维护与地区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。
发言人强调，南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，也是中国海上贸易的生命线。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共同努力下，南海一直保持着畅通安全。英方所谓南海航行自由受到威胁的说法，纯属无稽之谈。英方派航母战斗群跑那么远到南海挑事生非、秀肌肉，加剧南海军事紧张形势，到底谁在威胁航行自由与安全？在21世纪的今天，英方搞炮舰外交早已行不通了。作为域外国家，英方不要把手伸得太长。我们奉劝英方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，尊重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，停止在南海挑衅滋事，停止损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，以免进一步干扰中英关系。其实，对于英国派出航母打击群前往亚太海域，甚至有可能闯入南海，中方早就有所准备。从外交上看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之前曾回应表示，中方希望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、促进发展合作的意愿，不要采取使局势复杂化的举动。从军方反应来看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也曾表示，当前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南海局势总体稳定，根本不存在所谓航行自由问题。任国强说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看得很清楚，南海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域外。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多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建设性贡献，而不要无事生非，制造麻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现在已经进入南海的英国海军卫士号驱逐舰6月23号在黑海西北部水域航行，期间进入了俄罗斯领海3公里。在口头警告无效后，俄军舰向其发出了警告射击。此外，俄罗斯一架苏 -24M 轰炸机也沿该英国驱逐舰的航向投射炸弹，发出警告。俄国防部当时强调，在开火之前，俄方已向英方舰船发出警告，但对方没有回应。在俄军发出警告射击后，卫士号驱逐舰驶离黑海水域的俄罗斯边境。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。吴先生您好。纷扰多时的英国航母进南海已经实锤，那么吴先生，您预判英国人下一步会怎么演这出蹩脚戏呢？实事求是地讲，英国编队再怎么落寞，那也是欧洲少有的能在万里之外投送兵力的队伍，也是脱欧之后英国屈指可数的硬实力。靠着这些资本，英国现行的全球化不列颠外交及安全战略，说穿了，是一种以英美结盟为基础，重心倾斜亚太，以联盟方式介入大国竞争的策略。然而呢，英国终究不是美国的第51个州，美国不可能全面照顾英国利益，同时呢，英国也不可能处处有美国罩着，也因此就造成了他在同中国打交道时充满强烈的投机性。这一点从70年前英国在香港问题上、朝鲜战争问题上，再到今天南海问题上，莫不如此。请看，英国航母进南海前夕，英国防相华莱士就开始攻击中国的南海主权，可背后的实力支撑却非常脆弱。为什么呢？请看英国航母编队的行程吧，基本是在东南亚的回顾航行，各舰分散去文莱、马来西亚等等有协防关系的国家访问，而且活动区域号称在南海。然而呢，却更靠近文莱、马来西亚自己的婆罗洲近岸水域，遵循着踩黄线不踩红线的套路。但我们也不能放松对英方某些冒险者蹭红线的警惕，就像他们在黑海所干的。但我认为，英国清楚叫板俄罗斯和叫板中国完全是两码事，因为在黑海，俄罗斯的优势仅止于军事。它缺乏同周边国家良好的经济、外交乃至文化关系。英国军事闹剧越凶，就越把局势弄糟，就越牵制俄罗斯。可南海完全不同，中国军事优势虽强，但更重要的是和本地区早已达成了止乱止战的共识。中国和东盟各国亲望亲好、邻望邻好的关系深入人心，反对外部势力搅乱南海的认知高度统一，这就注定了中国有全方位的能力稳局控局，比英国近得多的美国、日本这帮挑事鬼搞南海航行自由都没成事儿，英国能有几分能耐？我再与大家分享一个观察的细节，就是看英国舰艇
会不会玩美舰那套？比方说，在我南沙水域打着无害通过的旗号，在靠近我岛礁水域搞 Z 字形航行，或严重些，到西沙搞岛屿间穿梭航行。如果英方胆敢走这一步，势必会遭到我方依法依规的正义驱赶，就像之前对待美舰一样，是绝讨不了什么好处的。我还是奉劝一句：南海本无事，英国当自重。好的，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，谢谢。